如果重回2015年的话，那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呢？那一年有什么珍贵的回忆吗？在2015年，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那言。虽然还没毕业，但是已经开始在科技美学兼职了。那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一年的4大旗舰，应该可以说就是这4台吧：iPhone 6s、三星 S6 Edge、索尼 Z5P 和华为 Mate 8。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了。那咱们就来一起穿越一下，一起来回味一下当年的设计。在土豪金之后，苹果继续玩颜色啊，玫瑰金又一次大热。那这一代啊，长得还是我们熟悉的样子，2.5D 玻璃，厚度仅有7.1毫米，握持手感真的是相当舒服。正面经典又熟悉的 Home 键，这也是最后一代可以物理触发的 Home 键了。按下去的瞬间，感觉青春又回来了。三星可以说是非常震撼的外星科技曲面屏，2015年就玩双曲面了，那2025年的屏幕形态还不得起飞啊！这部机子是正面曲面，背面是直的，凸起的摄像头，金属边框稍稍有点硌手，不过非常轻薄，一体性很强。这也是三星首次不可更换电池的 S 系列，2600毫安时啊，哪怕是在15年也并不算是大容量。索尼 Z5P， 索尼一脉相承的金属边框，再加上双面玻璃的方正设计，配色我觉得是非常的漂亮。背面是镜面的效果，不过也可以说它是非常的容易脏，怪不得后面的机身就很少这么处理了。侧面按键的位置还蛮独特的，这里就是引领时代的相机键。左侧这里的 logo 是刻印上去的，比较有质感。作为3防手机，机身尽量的把塞子已经做到最少了，整体看起来是很精致、很有设计感的，保留了日系手机的灵魂，3.5毫米耳机孔和挂绳孔。爵士人生的下一代依旧是传承了商务质感风格，你就说看起来高不高端吧？银色还是比较低调的，采用金属航空铝合金机身，手感摸起来很细腻，基本上就不沾指纹。4000毫安时的电池，6英寸的屏幕，点亮屏幕后，这一圈黑边呢是等宽的。那么你觉得哪一台的外观更经典耐看呢？2015年处于 LCD 仍然为主流 ，OLED 屏幕刚开始发力的时间 ，iPhone 6s、华为 Mate 8、索尼 Z5P 都是 LCD 屏。三星 S6 Edge 用的是 OLED 屏幕，但是当时的 OLED 除了色彩和黑场表现，护眼和耐用性都远不如现如今的屏幕。那你当年是不是永不为奴的 LCD 党其中一员呢？索尼是5.5英寸，华为6英寸 ，iPhone 4.7英寸，三星 S6 Edge 5.1英寸。现如今回过头来再看，那即使是最大的华为 Mate 8，屏幕尺寸也不及现在流行的6.3英寸左右的小屏型号。当然，尺寸变大也是有比例的因素，并且全面屏的设计功不可没。但是呢，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手机正面的设计空间。10年前的旗舰机正面，即使是几米开外，那相信很多人也能一眼分辨出品牌型号。就像很多经典的老爷车，你只能说它不符合当下流行的元素，但是绝对不会说它丑。最具特点的屏幕，那前面提到了，就是三星的双曲面屏。其实直到去年，依然有不少旗舰机在沿用三星类似的设计。当然，10年过去了，边缘发绿和贴膜难的问题还是依旧存在。双曲面屏也从外星科技变成了人人嫌弃，但是这部 S6 Edge 依然是划时代的。那时候的用户怎么也想不到屏幕边缘还能掰弯了用。不过这个现在看起来挺航母的边框，让它的视觉沉浸感并不算强。相比 Mate 8和 iPhone 6s 这种 2.5D 玻璃，提升更多的是侧滑的手感。屏幕这东西就和时尚一样，能玩的形态都玩了个遍之后，兜兜转转，今年就又回到了纯粹的直屏。而另一块不得不提的屏幕呢，就是它了，索尼 Z5P 这块 4K 屏幕，标准的 UHD 分辨率3840×2160。逆天的806 PPI 属于是拿着放大镜都找不到果粒的程度。但是呢，它并不支持用户自行调整全局 4K， 只有照片和视频会使用 4K 分辨率渲染。毕竟火龙810再加上3430毫安时，那个年头一众神机也都是折在了
这颗传奇的处理器身上，所以呢，就也不要太勉强它了。聊到处理器方面，这几款 SoC 的型号在手机史上也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。众所周知，那是一个被苹果 A 系列处理器统治的年代，无论是跑分还是日常使用的能耗比，那都是遥遥领先。从安兔兔 6.0 跑分来看 ，A9 断层第一。Z5P 使用的骁龙810看似跑分还能跟大家坐一桌，但是实际使用体验就要糟糕很多了。高通贸然尝试新架构，旗舰处理器中唯一一个还在使用20纳米工艺的，导致它的峰值功耗高达10几瓦，妥妥的核弹级性能。那同时期的 S6 Edge 使用了自家的猎户座7420，Mate 8也是采用了自家的麒麟950。这两颗处理器在民间都有一代神优之称。猎户座7420使用了公版架构，还没有开始自研猫鼬架构作死阶段。再加上先进的自家14纳米工艺，发热情况完爆810。华为这边麒麟950用上了4颗最新的 Cortex A72大核，相较于前代麒麟935，性能几乎是翻倍的存在。同时，台积电增强版16纳米工艺也让它的能耗比做得不错。高通在最坏的年纪碰上了最好的他们，可以说神优的成神之路，脚下每一块砖都是火龙810的名字。相机上虽说是旗舰，但是那会儿也是单摄配小底，大家全都在用索尼的传感器，那索尼自家的旗舰 Z5P 配置自然是给了最好的。Z5P 的这颗 IMX300 2.1英寸配合 f2.0G 镜头，在2300万像素的模式下，放大看细节还真的是挺清晰的。除此之外 ，App 中还贴心的提供了更多阴间功能 ，AR 换脸，完美触发欢乐谷效应。iPhone 6s 它的外平衡和索尼是相反的风格，怎么拍人都显得黑黄黑黄的。说它真实吧，但是当年就有很多人觉得它拍的比肉眼还要难看不少。从 6s 这一代呢，苹果相机还增加了一个重磅功能 Live Photo， 可以说领先友商数十年。S6 Edge 的影像风格就很舒适啦，色温准确，颜色自然，不愧是机皇啊！那可以说手机影像强就是凸，凸就是强的定律已经在10年前就初见端倪了。而 Mate 8这里呢，也可以看出来国产厂商开始重视人像的一些征兆了。磨皮美白程度是最强的，颇有 CCD 冷白皮的味儿。这要是被炒旧机的奸商看到了，那还得了了。那除了人像之外呢，再来看看这组照片，用2025年的眼光看，你更喜欢谁的表现呢？其实除了这4部机型，在10年前还有不少明星产品 ，HTC One M9 Plus、魅族 MX5、路面950等等。那这些手机有不少，其实时至今日都还能勉强一用。毕竟10年前是2015，可不是2005。那你手中还有尚能一用的10年老兵吗？你还对哪些型号有着特殊的回忆呢？那如果大家对这种上古4大旗舰感兴趣的话，下一次咱们来盘点20年前2005年的4大旗舰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谢谢你看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支持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